如果我要你帮我签一份文件，你会签吗？我会签，只要能够帮到你，我愿意去坐牢的。他跟我求婚，我答应了。你以后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你们天天这样吵，我这个做女儿的也很惨呢。你不必再忍受下去了，因为我决定我要跟他离婚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喧哗的马路，匆匆脚步。哪一个在乎笑容生疏，抱怨着辛苦，却还义无反顾。眼神里似乎只剩羡慕，得到跟不上想要的速度，拥有了越多，快乐反而越模糊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什么最值得我们记录？值得我们追逐？那些最感动的是否已留住？你找律师干什么？你找律师干什么？我就找律师干什么？我带建国到律师楼签房屋买卖合约。你也买房子吗？那你找律师干什么？是不是跟我离婚？说啊！阿莲，他找律师干什么？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只是介绍一个律师朋友给他。是不是要跟我离婚？不是啦，只是听听律师的意见。宋达明，你好啊！我只是嘴巴说说罢了，你却真的找律师要跟我离婚？建国，我早就应该听你的劝告，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留恋。什么这种人？那种人啊？还不是你逼我走这一步的。不是你们两个给我戴绿帽的话，哎，你给我住口！你这个混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侮辱嘉欣呢？现在谁混蛋啊？啊！哎，装好人呢啊！这里有很多律师啊！放手啊！建国，陪我下去找律师。好的。我要办离婚。啊！你现在干嘛？出去。嘉欣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请你合作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叫你出去啊！你是不是要我叫保安？出去啊！出去啊！怎么会有声音？Daddy在上班，妈咪说会迟回家。难道进贼了？姐姐，你干什么？妈咪，没事没事，他肯定是误会我是贼了。你没事吧？我还好，没事。谁叫他鬼鬼祟祟？什么鬼鬼祟祟？你这没大没小啊！他跑进你的房间，还拿了行李出来。是我叫他帮我的。妈咪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跟你的爹要离婚，我今天要搬出去。等我安顿下来，我会回来接你的。妈咪，不要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和爹地离婚。你以前都是吓吓爹地的，你就再吓他一次嘛。我会叫他听你的话的。是要先去律师楼找律师要跟我离婚的。他大概也受不了。我想，与其整天吵吵闹闹，不如就算了。
对他、对我、对你都好。我没关系的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你们一天不吵我，反正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妈咪，你不要走，你再给弟弟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七七，对不起，不要受妈咪的影响，要专心的读书。等妈咪找到地方，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。建国，我们走。不要走。你好好照顾你自己，妈咪会打电话给你的。啊。喂，莲姐，我弟弟呢？七七啊，你弟弟很忙啊，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，我帮你转告他。七七，你怎么啦？你在哭啊？妈咪走了。啊？一个一个身上，妈咪藏在行李，跟罗建国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七七刚刚打电话过来，他说嘉欣带了罗建国回去，收拾行李就走了。那七七呢？他在家里，他哭得很伤心啊。他说他求嘉欣不要走，不过嘉欣不理，还是跟那个罗建国离开了。过分！喂，你在干嘛？回家啊！你还在开工啊？宋达明，大家都在忙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出去一趟。不准！小王，达明他真的是有你事。跟他啰嗦什么啊？他什么东西啊？你叫他少在我面前摆架子啊！宋达明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你的寿司做得乱七八糟，手没有浸过冷水，这些饭团啊都是散的。这是什么寿司啊？你还好意思说你在这一行做了10几20年了？寿司这样给你甩，不闪也假啦！你不会这样甩，闪了吗？宋达明，你被开除了！你说什么？你被开除了！凭什么？凭我是你上司！什么屁上司啊！你要炒我，先问过老板。问过了，老板说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炒掉你啊！爹地，你快去找妈咪回来，你跟她道个歉，跟她说对不起，她就不会再气你了。爹地，走，起来。吃饱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不饿吗？啊，可是我吃不下。你怎么样也不能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，明白吗？很快就有得吃了啊！爹地，你不用找了，我吃。那你快点去把妈咪找回来，你们不要闹离婚了，我要一个完整的家。都已经冷了，怎么吃啊？到外面吃了。爹地，吃饭不重要，快点把妈咪找回来。你妈咪去哪里我都不懂，怎么找啊？一定有办法的，我们去找罗建国。算了，琪琪。我是刚给公司炒了鱿鱼。你妈最讨厌就是我没出息，我现在连工作也丢了。她
更不会回来。琪琪，大舅，很想大舅啊？大舅，狼真的来了。狼从动物园跑出来啊？不是啦，我是说我爹地和妈咪真的要离婚了。我妈咪已经拿了行李跟罗建国走了。叫你爸爸嘞？在厕所吐咯。不舒服啊？不是啦，他喝了很多酒。我从来没有看见爹地这个样子。他受了很大的打击，不止老婆跑了，连工作也丢了。惨了，这一天终于都来了。大舅，你什么意思？是啦，像你爸爸这样的工作态度，一天不改被炒鱿鱼是迟早的事。所以他才猛喝酒，还一直说失败啊！我真失败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不要喝了，你已经醉了。多2瓶啊！大哥，怎么那么靠近啊？这个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鳄鱼的嘴巴，过来！你啊，有点事情啊，就喝酒就叫男子汉啊！这里，放开我！有没有被鳄鱼咬过？没有啊！没有，我有啊！不要动！有一次，我去抓鱼，啊，我刚跳下船，就有一只鳄鱼从水里面跳上来啊，张开它的大口啊，它张开口呢就要咬我，我就要跑了，可是来不及啊，咬住我屁股啊！屁股？我心里想，如果它咬住我，把我拖下水，我就完蛋，我就死掉了。我那个时候差点就死掉，你懂不懂？你现在算什么？老婆跑掉，啊，就想办法把她追回来。工作没了，就改掉坏习惯，重新找个新的工作啦。爹地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快叫他放开了。鳄鱼会听你讲话没？啊，你叫他放手，他就放手啊，自己想办法救自己。放手！放手！人咬鳄鱼啊！你叫我自己想办法的啊。琪琪，你爸爸没有事了，他会咬人，表示他有斗志啊。这样就对了，不管是鳄鱼还是命运，都要跟他斗下去，你不会完蛋的。哎，你看，你有个这样聪明的女儿吗？哎，还有一个一点点聪明的大哥。大明，喂，我开门啦。大明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要再伤心了。他走了就走了，反正你们的关系那么紧张，彼此再生活下去也没有意思啊。至于那份工作，不做也就算了。人家说啊，危机就是转机，说不定这是你成功的开始啊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你，让你再也不会感觉到孤独。至于琪琪，也会有人照顾她。我相信我会做得比嘉欣还要好。明啊！怎么在这里？我叫门了，不过没人应啊，我怕达明会做傻事，所以才进来。你又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大妹跑掉了，我叫妹夫去找她。我今天又休息，没有事情做，不跑上来咯。看到床没有人睡，不上来睡咯。
吴东他干嘛跑回来？大妹家里发生这样大的事情，我是大哥，我一定要上来帮他们的嘛！我要他们一家团圆，夫妻和睦相处。多事啊？我是说，别人的家事旁人最好不要理，要不然会火上加油的。干嘛？你刚才我说的话一定是被他听到了，听到就听到，反正他们要离婚了嘛，正好公开我们的关系。我刚才怎么了？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没有啊。这样就好。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我的裤子拿去洗，我现在没有穿裤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就让我来照顾你们一家人。达达，你怎么会睡在这里？我的床给大哥睡了。那你干嘛不要来我房间睡？不要乱说话，小心琪琪听见了。他至少都会知道的啊。哎，我准备了早餐，快点去吃。哦，不是啊，多睡一下。喂，起来吃早餐嘛！吃完之后，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你不要再带我去找什么私家侦探的啦！我保证你啊，去了这个地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哎呀，拜托了，求求你了！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开房了。开什么房？想到哪里去了？快点起来吃早餐了。琪琪，起床了。你在干什么啊？莲姐，这早餐全部是你做的，很好吃。我现在去洗澡了，然后等一下找大妹，很好吃。咦，你昨晚出去有没有找到妈咪？还有啊。你昨晚出去那么久，我还以为你会带妈咪回家。琪琪啊，我准备了早餐，有牛奶跟果汁，你想喝什么？哇，今天的早餐怎么那么丰盛？你呀，难得不用上学，可以好好的吃一顿早餐。你看你呀，越来越瘦了，莲姐看了也心疼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会把你照顾得白白又胖胖。哦，谢谢莲姐。不用客气。你先吃面包，我现在马上帮你准备早餐。没有胃口啊。咖啡。喂，一大早就单单喝咖啡很伤胃的，你先吃面包，我很快就好了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的。大舅，你快点冲！吃饱了，我们去找妈咪。不用再找了，为什么？我昨晚想了一整晚，已经决定了，决定什么？离婚了。Daddy，你怎么可以那么容易就放弃？先听我说，Daddy是想了很久才这样决定的。你妈咪这些年的确是牺牲了很多，是她不幸嫁给我这种没有出息的男人，因为我不可以给她安定的家。Daddy，要是她当初选择那个罗建国，今天就是个富太太了，每天烦着去那里 shopping 啊、SPA 啊、喝咖啡的，不像现在为了这个家忙忙碌碌的，整天早出晚归。可是如果妈咪当年选的是罗建国，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。没错，过去的事是无法改变，可是未来可以预见的。再这样拖下去，我们两个都不会有好的结果。我不想再连累你妈咪呀，我快要40了，怎么从头再来？我现在是你妈咪的负累呀，不如还她自由，让她自己找自己的幸福。
莲姐。啊？什么味道那么浓？我放了一点香水。不是一点，是很多吧？莲姐，你穿的那么漂亮，要去哪里？哦，我知道，跟男朋友约会。你这个小鬼耶！是不是嘛，莲姐？我不告诉你啊！你进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哦，我是想问你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我爹地和妈咪复合？这件事啊，我看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已经无法挽回了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七七呀，你读书这么厉害，一定读过这句话：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”你自己都会念啦。既然你爱你爹地妈咪，就应该让他们各自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幸福。那如果你不喜欢罗建国，就跟随爹地了。可是爹地都自身难保了。你又知道你爹地没有本事找到一个妈咪来照顾这个家和照顾你吗？有古怪。莲姐她有古怪。她有什么古怪？哎呀，我说不上来。总之有古怪就是了。快点啊！不要这样啊！放心，五福和琪琪出去了，没有人会看到我们的。不要这样啊，难看啊！有古怪，真的有古怪。大舅，原来莲姐是只狼，我们引狼入室了。我知道了，你知道什么？你没有偷红包，红包却自己跑进你的口袋里。你没有偷拍莲姐洗澡，可是你手机里却有莲姐洗澡的画面，一定是莲姐搞的鬼。他怎么这样做啊？大舅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不要你从中作梗，他要破坏我爹地妈咪的感情，他想取代我妈咪，背弃我爹地的老婆，我的妈咪。这么这样女人太过分了。对，我们一定要阻止他的阴谋，不能让他诡计得逞。没有错。大舅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该吃太饱，现在脑袋空空的，什么都想不到。大舅，生死关头啊！我想，你不要吵我。哎啊！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呀？很快就到了。啊！那就是这里了。那进来。这间店啊，是我外公留下的。我外公啊，他只有我妈一个女儿，我妈很早就过世了，外公2年前就去世，所以这间店啊就留了给我。这间店是你的？嗯。我这个地点，物价很高的哦。是啊，之前呢有人出价180万要买哦。180万啊！是啊，可是啊，我舍不得卖掉这个地方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哎，达，你说这里适合做餐厅吗？我们呐，在这里开一间日本餐厅，到时啊，你呢就负责厨房，我呢就负责店面。你呀，做了老板就不用受小了那种人的气了。好。我终于当上主厨了！哈！达，你在想什么？你说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只不过开餐厅啊要成本的，那装修啊、买材料、请人都要钱的。老实说，你现在叫我拿出1000块都难啦。钱啊，你要多我没有，但是70、80万啊，我还是拿得出来。你有70、80万啊？你知道啊，我平时很少花钱的嘛。那我父母过世，留了一笔钱给我，为了实现你的梦想，我愿意把我的积蓄都拿出来。谢谢你那么信任我。达，我啊不会像嘉欣一样的，我呢要变成一只小猫，
我要变成一只又听话又漂亮、依偎在你身边的小猫。妈呀！原来他还不知道我最怕的就是猫。大舅，你想到了没有？我们现在腹背受敌，内外夹攻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你说什么攻什么夹，我不懂你在讲什么。妈咪有一个罗建国，爹地有一个莲姐，一个内一个外，那不是腹背受敌，内外夹攻吗？我现在头很痛啊，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那么严重的，我真的不懂怎么办呢。大舅，你不是想打退堂鼓吧？你从渔村来的时候，你说了什么？你说要妈咪、二姨、小姨三姐妹相亲相爱，还有我们这一家。你要像胶一样粘在一起，我记得。可是现在我们就快要四分五裂了。姐姐，是。抢救阿爸阿妈行动，马上开始。老板，哎，嘉欣啊，参观一下吧，这就是我的第13家分行。哇，你的分行越开越多，你肯定是忙坏了。还好啦，你身兼3职，不是更忙吗？我怎么可以跟你这个大老板比较呢？嘉欣啊，不如你过来这里帮我好吗？我这里真的很需要一个能够信得过的左右手。你也知道我对中药不熟啊。这根本就不是问题，你可以慢慢的学。再说，我这里又不是今天。大舅，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。我们走近期一点，走。所以呢，我真的是很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来帮我推广。建国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如果你来帮我，我们可以双剑合璧，可以把事业推到另外一个高峰。这样子，我让你当副总裁。副总裁？至于薪水，我知道你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也很不错。是啊，你也知道我很拼命的。我现在薪水啊，起码开高一点，起码也有8、9千块啊。这样吧，我多付你1倍。1倍就是18000哎。这还不包括年底可以得到的花红。以现在的业绩来看，保守的说，你应该可以得到50万的分红吧？50万？嘉欣，答应我好吗？不能现在就答应他，要不然会显得我很猴急啊。建国啊，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让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。好吧，再怎么说，这件事情是会影响你的人生的，是需要好好的考虑考虑。我等你的答复。现在不只是腹背受敌，还四面楚歌。姐姐，我想到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来，上来。大舅，这不会太老土了吧？老土不用紧，最重要是有效。你怎么知道一定有效？来，我看过吗？以前啊，有一个妈妈看到自己孩子很可怜，就马上抱住孩子说：“阿妈对不起你，阿妈不会再离开你，我马上回家，我不会再离婚。”你在哪里看到的？电视上。新闻？电视剧。电视剧你也相信？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你没有听说过吗？先来不是想象多啊，最重要就在你阿妈带罗建国之前啊，让他回家，只要他肯回家，一切就好办了。好了，我尽量配合就是了。这样就乖。可是你一直住在服务公寓也不是办法，暂时就先搬到我家去，等到我买的公寓交易完成之后，你再搬过去吧。那不太好吧？干嘛？你怕人家闲言闲语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不太方便。大哥，大妹，大哥，琪琪怎么了？啊？没回家。怎么了？生病了？我也不太清楚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
琪琪真的很可怜，她很想你啊。昨天晚上一整晚都睡不着，天还没有亮啊，就到处去找你啊。她真的是很可怜啊，她很想你，到处找你啊，跌倒了再爬起来呀，下大雨她也不管，心里想就一定要找到你啊。后来哪来的大雨？你以为在演电视剧啊？跟她说，琪琪算了算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她说不要不要，我一定要找到妈咪，我一定要找到妈咪好，琪琪，你说是不是？琪琪。琪琪，来，建国叔叔看看啊。他没有发烧，脉搏也很正常。因为你是医生妹，那昏昏迷迷你还讲他正常？嘉欣啊，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可以带他到医院去做检查。我的车就在这儿。啊，不必了，他回家睡觉就没有事了。大妹，我们回家吧。建国，你先到车上等我，我很快就过来。哎呀，我看你不用等了，你先回去。大哥，你已经几岁的人了，还像小孩子一样胡闹。宋美琪，还不给我滚下来！大舅，我都跟你说了，这个办法太老土，行不通的，你就是不信。我知道是老土了一点，不过大妹，我们是用心良苦。大哥，你搞清楚啊，是他先要跟我离婚的。以我对妹夫的了解，他是不会这样做的，他肯定是给人家摆布。任谁摆布？莲姐喽，她想趁虚而入，取代你，变成我的新妈咪。是吗？他既然还有仰慕者，那恭喜他了。大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大哥，你不必替他说话了，我跟他已经完了。反正我已经在准备接受一份新的感情。罗建国，不行啊，妈咪，他不是好人。他已经准备把价值180万公寓转到我名下，还邀请我加入他公司当副总裁，月薪18000，每一年他有50万的分红啊！我已经30多岁了，我真的很想安定下来啊。可是妈咪，你爱他吗？是啊，你是爱他的人还是爱他的钱？大舅，你不要说的那么直接好吗？这样很像妈咪的哎。我是要听真话，你到底是爱他的人还是爱他的钱？那就当我是爱他钱好了。反正我已经不再相信什么爱情，别再闹了。大人的感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好好的读书，等妈咪安定下来，一定会来接你的。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啊！可惜我可不是笨的。想得到我的钱，做梦。宝刀未老，喂，回来了，哎，过来开饭了，开饭了，来来来，来。哇妹，全部你煮的。一个好的厨师呢，一定要注意到色香味，一样也不能少。啊，今天呢就是最好的示范了啊！来，吃，来。哎，先试试这个鱼吧啊！好吃啊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小王那家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厉害，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厨师啊，肯定不是白干的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姐姐，怎么不吃啊？你不要再无精打采啦！你代我啊，要出人头地，要当主厨啦，应该开心吗？不要再吹牛了，丢掉一份工作再找一份新的没有关系的，不能做主厨也没有关系啊，将来用心点好好做，还是有前途的，不要再吹牛了。谁在吹牛啊？我真的要当主厨啦！我跟阿莲要合作开餐馆，厨房由我负责，我当然是主厨喽。不行！怎么？你不能跟莲姐合作，她不是好人。哎，你小孩子不要乱说话。我没有乱说话，我看到她拉你的手。
Daddy， 他对你好，对我好，都是有目的的。他要娶到妈咪，便是这个家的主人。你不要中了他的计。哎呀，莲姐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，她真的是很欣赏我，要跟我合作啊。Daddy， 你爸爸讲讲而已的，开餐馆哪有这样容易的？哎呀，大哥，你有所不知啦，他的外公啊留了一间店给他，那位置非常非常的好啊，而且他答应我拿几十万的储蓄来投资。哇，几十万啊！莲姐这样有钱的，不就是了？我也给他吓了一跳啊。这个莲姐不简单哦。这个女人啊，常常会吓你一大跳。你们都太过分了。怎么了？妈咪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。大人的感情真的那么复杂，那么难了解吗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你昨天还喝了大醉，今天为什么就能这么开心？至于你能当上主厨，当上老板吗？琪琪，你听我说。你先听我说。好了好了，你说。妈咪呢？因为罗建国有钱，要请他当副总裁，给他18000块的月薪，连家也都不要回了。你们都不再爱彼此了吗？你先听我说啦。你听我说完。你说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小孩，不了解大人，那就当我是无知的小孩好了。你们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。琪琪啊！哎呀，你先听我说啦。你说，我在听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姐夫的猪牙真不赖哎，那。哇，大哥，不过姐夫他闹家变，他有心情做菜，真的不简单。他是不是觉得这样也是一种解脱啊？哈？大姐哦，整天用柔道对付他，换成是我早就受不了了。你也不能够怪你大姐，你这个姐夫啊，麻将烂泥一堆，也难怪大妹会这样做。哎呀，反正哦，大人闹家变，最可怜的就是小孩子。琪琪她还 OK 吧？我看不怎么 OK。那我明天去找他谈谈咯。其实哦，我觉得大姐她太现实了。她会比我穷咩？她有试过那种1个星期3餐都要吃泡面的日子吗？怎么可以为了钱抛家弃女？安全感。啊？你大姐大概没有安全感吧？就是这个安全感。我听他们讲，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钱的话，什么都行不通了。特别是他那20万的投资泡汤后，他变得更加变态。哦，怎么可以骂你大姐？本来就是嘛。如果要我为了钱哦去跟一个我自己不爱的男人在一起，我宁可饿死算。如果2个都不爱，那肯定选那个有钱的。什么意思？大姐还爱姐夫吗？我怎么知道？那姐夫还爱大姐吗？那我又怎么会知道？那什么？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哇，真是给你气死！对，贝多芬说的没有错。如果我们搞不清楚他们2个还是不是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这样我们就帮不了他们了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大哥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问他们2个是不是还我爱你，你爱我。哎，大哥，你这样去问是没有结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爱一个人不是用嘴巴讲的，是要用表现出来的。表现？这样要怎么样表现？比如说哦，我是不懂怎样跟你讲。比如有一只鳄鱼要咬我和佳慧，我丢下佳慧，跑得不见踪影。这个贪生怕死的混蛋！我是说，比如。OK， 那又怎么样？那就是我爱自己胜于爱你，但是如果非但没跑，还护着佳慧，宁可自己被鳄鱼咬，也不如让佳慧受到伤害，那就表示我深爱这佳慧，愿意牺牲自己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样我应该带他们2个回去，一定给鳄鱼咬一下。大哥，什么给鳄鱼咬一下？你千万不要越帮越忙啊！最好是按兵不动，让我去想办法 ，OK？ 愿你有宝妹，我真的有一个儿子，今年10岁了。哇，那你不是很早就结婚了？18岁咯。嘿嘿，先上车后补票嘛。你怎么知道？孩子这么大，骗得了谁？就是咯，我带这个拖油瓶啊，现在要找人嫁都难呢。哎，嫁给我了？你娶得起咩？我要求很多的。是吗？开个条件吧。哎，当我们收工了，去 happy 一下。你想要 happy 呀？去给浪啦！我如果肯赚这种钱啊，我还需要来当啤酒妹妹。别误会我呀，我是认真的。认真什么啊？追你啊！真的吗？真的。不如明天我约你吃饭看戏怎么样？我明天要陪孩子啊。哎，孩子不用上课吗？都还没有找到学校怎么上学啊？不如我带我儿子一起来啊？不好吧？出门带孩子多不方便。10岁了，能照顾自己，留在家里吧。OK 了哈。老妈。啊，你慢慢喝。要死啊你哈！这么晚还跑出来，周末还不睡觉你？我是怕你又喝醉酒不会回家。不会啦，赶快滚回家睡觉啦你！那个男人是不是想泡你？泡你死人头了！好学不学这乱七八糟的话哈！我听你说你明天要跟他出去。不是啦，他是我的酒客，那不如应酬他一下。老妈怎么赚钱啊？你最好眼睛睁大一点啊，不要找像我老爸一样的男人，不然你哭都没有眼泪。你还不滚回去！我肚子饿，我想吃河粉。吃，整天就只会吃了哈！你以为你老妈我是开银行的哈？这么多钱给你吃？哎呀，自己去买一片咖椰螺蒂吃了，跟隔壁叔说，我等下还他钱。咖啡叔。哎。我要4片咖椰螺蒂。好嘞。跟我妈收钱。好嘞。我们来猜拳。不可以猜拳的。不可以，不可以就喝酒。来。哎。来。哎，够了。不行，来，喝完茶，不然我再倒啊！老妈再这样子下去，一定又会给男人骗。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才行。Hello。喂，有富哥啊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观塘县守夜，你呢？我在咖啡店，看过了吗？注重么？有一个男人想泡她，他手上有一个很大的 tattoo，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老妈很笨，每次都给男人骗，这次她一定又完蛋了。大头，这样你要懂得怎么样保护你阿妈，不要让她再上男人的当，懂不懂？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找你呀。我富哥，你先告诉我老妈漂不漂亮？漂亮。那你就娶她做老婆吧。啊？我老妈很容易泡的，只要你对她好一点，什么都会答应的。不可以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说那个 Dream 吗？是的。你是不是又要叫你傻福啊？她那么漂亮，你呢只是一个看棺材面的。她怎么爱上你，你又怎么配得上她？大头年纪小，头脑还比我清醒。没有错，又没有漂亮，又读过这样多书，怎么可能会爱上我？就算我真的梦想成真了，他跟我在一起，我配得上没？当然配不上啦！如果真的跟他在一起，人家一定讲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说我是天大的大傻福。傻就傻，如果有鳄鱼出来咬对吗？我一定推开他，让自己被鳄鱼咬。要傻就傻到底，好对。轻轻的
下痕迹。